前段时间啊，真我宣布回归 OPPO， 那这一消息总体来说是好事儿。那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售后共享，另外在系统维护升级方面应该也会有助力。但即便是回归，真我的月季定位不变，新品发布计划也不受影响。这不，我手里的就是真我2026开年月季之作真我 Neo 8。那单看这个外观设计就知道，还是那个真我啊。真我 Neo 8的外观就是立面直屏类型，那这块透明后盖显然是花了点心思的，各种纹理细节呈现出非常立体的金属质感，也是初上手时最吸睛的地方。那除此之外，在 Deco 右侧呢，还有全新回归的觉醒光环，从娱乐向的音乐、拍照，再到日常的来电、通知、闹钟、充电等场景，都有相对应的光环样式。还没完啊！在王者和平精英中呢，每完成一次击杀，还会触发专属的光效。那如果想知道自己今天的幸运色，只需要把手机倒扣在桌面上，光环就会随机弹出一个色彩，情绪价值拉满。还有新增的智慧弹码也很实用啊！面对扫码枪时，只要在系统桌面翻转手机，就可以弹出付款码，并闪烁蓝色光环，付款过程更加直观。那除了科技新潮的背面，正面也相当舍得下料，用上了一块三星 N14发光材料的165赫兹超高刷 OLED 屏幕，带来全场景顶级舒适通透的视觉体验。那以往的屏幕在高亮场景下，往往会出现色彩压缩的问题，也就是亮度拉高的同时，色域被压缩，导致画面发挥色彩失真。而 Neo 8通过自研的高亮色彩算法，即便是在阳光下激发3800尼特亮度时仍能维持103%的 T3 色域。同一个画面对比 iPhone 17 Pro Max， 可以看出 Neo 8在亮度、色彩表现以及画面平整度上都是有优势的。那尤其是红色和蓝色的呈现，整体自然鲜艳但不油腻啊。而超高刷呢，可以提升枪战类游戏的体验。在 FPS 游戏中，更高的帧率意味着画面更早的反馈到你的眼睛里。那165赫兹的画面相比120赫兹，每秒多出了45帧，提升约37.5%。在跟枪、大幅度转身或远距离点射场景中，手感会更加的丝滑，画面也更连续，也更容易看清对手啊。那目前适配165赫兹的游戏还不少，那我整理了一份表格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到这里啊，真我 Neo 8的外部绝对是同档独特且越级的存在。那接下来我们去它的内部一拆究竟。第一步，关机后取出卡托，双卡背靠背放置，卡托材质是金属加塑料，最外侧的挡板部分呢为塑料材质，内侧有防尘防水的胶圈。第二步，拆卸后盖，加热后酒精配合拆卸片划开粘胶，分离后盖。后盖呢是玻璃材质啊，内侧 Deco 区域添加黑色塑料内衬保护，内衬通过粘胶固定在后盖上。防尘密泡棉分布在3颗后摄四周，旁边的氛围灯周围呢也有泡棉的包裹，防止漏光。下方副板位置的泡棉填充机内间隙，同时提供缓冲保护。第三步，拆卸主板，传统3段式结构，除四周常规粘胶外，额外点胶围绕着 Deco 以及副板区域加固，提高整机的密闭性和结构强度。增强型的 NFC 线圈设计边框顶部，在手机上1/3的区域可以实现360度的刷卡体验。机身中间没有配备无线充电线圈，散热膜从电池区域一直延伸至底部扬声器位置。卸下主板区的所有螺丝，掀起主板盖板，注意下方还有氛围灯排线连接在主板上。挑开后，这个分离主板盖板，盖板材质呢是金属加塑料，正面粘有一条 FPC 天线和闪光灯排线，排线上集成有用于万能遥控的后置红外发射器，一颗闪光灯灯珠以及后置的环境光传感器。排线右侧是氛围灯的导光板，揭开后可以看到下方有3颗 RGB 灯珠，通过导光板打亮整片发光区域。盖板内侧压紧填充泡棉分布在顶部扬声器、前摄以及部分接口位置。电池位置的散热膜向上延伸至主板的核心发热区域，使得这片散热膜的面积呢来到4700多平方毫米啊，加强整机的散热性能。揭开后，下方的金属片也能提供一定的散热能力。此时呢，来到主体部分，可以看到电池的占比超过了50%。细节方面，主摄接口有额外的金属盖板加固，防止松动。负责电气防护、辅助散热的铜箔分布在所有镜头和主板屏蔽罩上。前摄的铜箔上呢，还覆盖了一片绝缘隔热贴纸。
顶部扬声器四周贴有防漏音泡棉，调开电池接口进行断电，随后调开主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所有摄像头。前摄和主摄背面贴有负责电气防护的铜箔，同时提供一定的散热能力。前望长焦呢，采用3次反射方案 ，CMOS 倒置在模组顶部，内部的梯形棱镜呢，使光线通过3次反射呈 W 型进入 CMOS。所有摄像头的详细参数大家看图啊。同档唯一的潜望长焦搭配骁龙芯，我们实际也拍了一些样张啊，在阴天环境下，80毫米光变焦段依旧非常能打啊，甚至在夜间弱光环境下也能拍出比较纯净的画面。而更长的160毫米和229毫米焦段，在白天也能保证清晰的画面呈现。那终端机能有这个望远能力，妥妥的越级影像体验了。下2颗螺丝取入主板，主板采用利好散热的单层设计 ，PCB 呢使用0.64毫米板材，主摄和潜望长焦采用破板下沉设计，直触中框。超广角虽然架在主板上，但并没有和核心3大件背靠背放置，并且超广角位置呢还贴了一小块的泡棉，隔绝主板方向的热量，所以无需担心积热问题。电池接口配备蓝色胶圈保护，大部分小元件有做封胶处理。顶部麦克风位于主板左上角，主板背面的核心发热位置涂有导热材料，下铜箔轻调导热材料吹开屏蔽罩。核心3大件是海力士 LPDDR5X 的 RAM 加三星 UFS 4.1的 ROM。RAM 下方是高通的第5代骁龙8，角落里被封胶严严实实裹住的就是苍穹 S1 信号芯片了。那至于实际游戏的体验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为重度游戏玩家准备的极客性能面板。那不仅可以自由调节 CPU 大核、超大核以及 GPU 的频率，还支持全部游戏内共5档的温控调节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无 LUT 调频啊，直接打破温控墙。在高负载场景下可以拉满性能释放，而在低负载游戏中呢，则调低频率，兼顾温度和功耗。那如果是重度玩家，你再搭配一个散热背夹，就能带来持续稳定的高性能体验。游戏数据方面，常规的王者自然是毫无压力的，温度控制在近期发布的第5代骁龙8机型中呢也具备优势。和平精英直接开启165赫兹模式，全程帧率依旧一条直线，温控表现同样非常出色。原神在枫丹亭跑图半小时后依旧能够满帧运行。那至于星铁这种高负载游戏也能有不错的帧率表现啊。另外呢，这次 Neo 8还带来了 PC 掌机模式，支持绑定自己的 Steam 账号，云存档实时同步 PC 端，并且可以外接手柄，端游也能揣进口袋随时玩了。那去年 TGA 年度最佳动作冒险游戏《空洞骑士丝之歌》在720p 分辨率及中等画质下搭配手柄，居然还能有不错的流畅体验啊！帧率基本可以稳定在50帧以上。年度最佳动作游戏《哈迪斯2》同样在720p 分辨率及中等画质下，帧率基本稳定在40帧以上，那至少是能玩的级别。还支持包括《古墓丽影9》、《潜水员戴夫》、《只狼》在内的50多款游戏。同样，我列了个表格给大家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游戏在里面啊。取出顶部扬声器，顶扬采用 AAC 瑞声科技常规封装的 102H 规格，取出前置传感器小板，采用便于维修的独立模块化设计，上方集成有前置的环境光传感器。整机呢一共配备前后2颗环境光传感器，双向协同工作，实现更加精准的光线感知啊。中框主板区域防漏音泡棉分布在顶部麦克风和顶部扬声器四周，收声孔内呢配备白色防水透气膜。前摄和前置传感器小板以及顶扬的发声单元呢，使用不干胶胶圈固定和密封。核心发热区域残留有导热材料，但没有进行镂空啊。前摄、主摄以及前望四周设计有线尾结构，防止镜头偏移。第4步，拆卸副板部分，下副板区域的所有螺丝取出盖板，盖板材质金属加塑料，顶部贴有一条泡棉填充机内间隙，提供缓冲保护。盖板内侧接口和马达的对应位置呢，贴有压紧泡棉，防止松动。底部扬声器核心使用的是 AAC 瑞声科技1115E 大师级的发声单元。调开副板上的所有接口，取出副板，副板采用0.69毫米板材，接口四周没有发现防护措施，但小元件全部进行了封胶。底部麦克风、SIM 卡槽以及 Type-C 接口集成在副板上，接口根部呢有做封胶处理，内侧配备防尘防水的胶圈，接口呢是 USB 2.0规格，整机一共配备上下2颗麦克风。底部麦克风收声孔特意设计为长条形，来和 SIM 卡插孔区分。如果依旧插错，还有 L 型防呆设计补救。取出 X 轴线型马达，采用 AAC 瑞声科技 ELA0809A 规格。中框副板区域，底部麦克风收声孔和底部扬声器四周贴有防漏音泡棉，收声孔内的配备白色防水透气膜，底部扬声器出声口使用红色胶圈加细密的防尘网保护。整机是通过了 IP66 的高压水柱测试，以及2米水深72小时的 IP68 浸泡测试，还有高温高压的 IP69 喷水测试也一并拿下。敢在2米水深连泡72小时，这个防护性能毋庸置疑了。
第5步，拆电池。电池有快拆设计，采用单电芯单接口方案，容量呢来到了8000毫安时。制造商呢为东莞新能德，那电芯就必然是 ATL 了。能量密度通过包装尺寸计算，在852瓦时每升左右。CR 电池保护板上的绝缘贴纸，保护板采用热熔胶封装方案，加强防护性能，同时使用 CPack 封装工艺，将保护板的堆叠方向呢由 Y 轴改为 Z 轴，减少其在 Y 轴上的占用，压缩电池保护板占比，给电芯腾出更多的空间。包装内附带有80瓦快充头，实测峰值功率呢68.5瓦，21分钟可以充到50%啊，1到100充电总用时呢是70分钟，并且支持多种主流快充协议，即便身边没有原装充电器，也能拥有不错的充电体验。还有全场景的旁路充电功能，让电流直接共向主板，绕过电池，减少积热，解决边用边充时的发热问题。最后一步，拆屏幕。加热后，酒精配合拆芯片划开粘胶，分离屏幕。屏幕是三星的 LTPS OLED， 采用三星最新一代的 M14旗舰级发光材料，1.5K 分辨率，刷新率来到了165赫兹，表面覆盖金铠玻璃，支持全亮度的类 DC 调光。那实测手动全屏最高541尼特，开启增大亮度范围后呢，突破900尼特，强光激发接近1700啊，最暗状态呢是1.55尼特。屏幕背面是全覆盖的铜箔，上方贴有一片面积约为6000平方毫米的散热膜，加强屏幕的均热能力。下方呢是汇顶科技 3D 超声波单点指纹模组 ，DDIC 位置覆盖抗干扰贴纸，触控 IC 是敦泰的 FT3683G。中框上覆盖一片面积约为6300平方毫米的散热膜，散热膜特意避开了超声波指纹的对应位置，避免热量传导至指纹模组。VC 均热板的凹陷也是相同的作用，同时也能防止硬碰硬损坏。CR 散热膜就能看到7000平方毫米的不锈钢 VC 均热板了。均热板中引入条形导流结构，替代部分圆形矩阵支撑柱，能减少高温蒸汽流动的阻力加强热量的扩散能力。中框右上角贴有一片白色防水透气膜，CR 后就能看到平衡手机内外气压的泄压孔，泄压孔通向手机右上角的这个洞同样采用 L 型防带设计。旁边呢是顶部麦克风的收声孔，在远端是顶部扬声器的出声口。中框底部 DDIC 对应区域呢贴有绝缘片和软性胶水来保护屏幕，降低外力冲击后损坏的几率。那最后的中框总成、边框和内框都是铝合金材质。好了，拆就到这里整机有2种，共19颗螺丝。这个月的性能机也是属于神仙打架级别的，那应该说各有各的特色就像这台真我 Neo 8，相对更照顾整机的综合体验你比如这个独特的外观设计，科技感拉满，辨识度也很高，适合年轻新潮用户。每天都在看的这块屏幕，规格也拉得很满，顶级的显示加165赫兹的超高刷，你不管是日常刷信息流还是玩游戏，都能有更好的视觉体验。用第5代骁龙8显然也是为了综合体验考量搭配极氪性的面板、PC 掌机模式以及同档更强的影像配置，也能看出真我在尽可能的给到最出色的性能和越级的影像体验，还有拉满的防护能力，以及回归 OPPO 后的共享售后服务，给用户带来使用周期里更无忧的用机体验。你看一如既往的越级定位，加上锦上添花的回归策略，综合竞争力必然更进一步。那相信后续会有不错的市场表现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欧斌，我们下期详拆再见。